和我妈合伙开面馆，1年竟赚了330万。可分红当天，我妈毫不犹豫就把钱全分给了我那游手好闲的弟弟和他的外甥，而我这个每天凌晨3点熬汤炒臊子，撑起整家店的亲女儿，连1分钱都没拿到。我正要问我那份钱，我妈却直接打断我：“你一个女孩，要那么多钱没用。”我当场笑了，既然她不给，那我就亲手把属于我的一切都拿回来。分红那天的饭店包厢里，我妈赵桂兰坐在主位，当着满屋子亲戚的面，把一张银行卡直接拍在了我弟弟林小伟面前。儿子，这250万给你，150万拿去市中心买套大3居，剩下的100万当彩礼。林小伟眼睛瞬间瞪得溜圆，一把攥住银行卡，嘴甜得像抹了蜜。谢谢妈，还是您最疼我，您就是我的活菩萨。满屋子亲戚炸开了锅，脸上堆着谄媚的笑。桂兰姐可真是好福气呀，养了个这么懂事的好儿子，以后就等着享清福了。我妈的亲妹妹赵桂琴话里话外全是讨好。姐，还是你会教孩子，面馆生意这么好，全靠你们娘俩撑起来，以后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。不像我们家，连给儿子买婚房的钱都没有。我妈笑着从包里掏出另外一张银行卡，递给赵桂琴。桂琴，这卡里有80万。拿去给你儿子结婚娶媳妇儿。赵桂琴连忙谄媚着接过银行卡，我妈笑着让大家开始吃饭，没想到她竟然直接跳过了我。我垂着眼看着自己放在桌下的手，指腹上全是揉面磨出来的厚茧，手背上留着好几道炒臊子时被滚油烫出的疤。店里的老顾客都是冲我的手艺来的，全是我一碗面一碗面攒出来的客源，而我妈只管收钱。林小伟更是没在后厨干过1天活，没洗过1个碗，没煮过1碗面。我以为就算我妈再偏心，对着1年330万的营收，也该念着我的苦劳，分给我应得的那一份分红。可她连表弟都给了80万，却自始至终都没提起我这个撑起整家店的人。我看着笑得合不拢嘴的我妈，冷冷地开了口：“妈，我的分红你算清楚了吗？”我妈斜眼瞥向我，满脸不屑：“你有手艺在身，到哪儿都能赚钱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女孩，要这么多钱没用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猛地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包厢。走廊的冷风瞬间裹住我，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。既然你们这么对我，我倒要看看，面馆没了我，你们哪来的钱分红？走出饭店，凌晨的街道空无一人，冷风刮在脸上，我脑子却前所未有的清醒。3年前，我妈拿着一间闲置的空门面找到我，拉着我的手哭：“小小，从小妈没能为你做什么，现在就想带你挣钱。你有奶奶教的手艺，我们一起开家面馆，给你攒嫁妆。”我那时候真是傻，因为这一句软话，就把打工攒的25万全投进了面馆。面馆开业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整觉。每天凌晨3点，我就扎进了后厨，徒手洗几十斤的骨头和配菜，再一分不差的配好10几种香料，用来熬制老汤。熬完汤还要立刻炒臊子。夏天后厨的温度能到40多度，可我一站就是一整天，浑身上下的衣服就没有干过。有一回我累得栽在路边，额头磕出个大口子，被路人送到医院缝了3针。第2天我脑袋上裹着纱布进后厨做面，当时我妈坐在前台，看见我带伤干活，没问一句疼不疼，反而皱着眉说道：“看看你头上包成什么样子了，今天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后厨，别来前厅，不然把客人吓跑了，我跟你没完。”我那时候以为他是怕影响店里的生意，咬着牙忍了。可我的忍让只换来了我妈的得寸进尺。林小伟每天不务正业，睡醒后就晃悠到店里要钱。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了，伸手拦了我妈，没让给她，当场就把收银机掀翻在地。这是我的店，我拿自己的钱，轮不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，你不过就是我雇来做饭的，还真把自己当老板了。说完，他转头就给林小伟拿钱。这3年，我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，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耗在了这家店里。到头来，我连1分钱都没得到，还成了给他赚钱的工具。可他忘了，这家店离了我什么都不是。既然他算不清这笔账，那我就自己来算。我掏出手机，翻出微信，给面馆几千个老会员、周边所有街坊邻居群发了一条消息。我说我离开了赵家面馆，新面馆即将开始筹备，年后开业，还是原来的味道，原来的价格。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，群里就已经炸了锅。接连有人问我在哪儿开新店了，他们都要来吃面。我关掉群聊，给闺蜜打了电话，让她帮我找个门面，离老面馆越近越好。闺蜜早就看不惯我妈天天吸我的血，当场保证给我找个最好的位置。挂了电话，我直接关了手机，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奶奶家，掏出钥匙打开门。奶奶正坐在小马扎上摘菜，听到开门声抬起头，看到是我，立马将手里的青菜都放下了，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小小回来了，快进来，奶奶就知道你今天肯定会来，
锅里的面一直给你温着呢。他拉着我往餐桌边走，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、佝偻的背影，鼻子猛地一酸。这3年，我一门心思扑在面馆里。奶奶住院做手术时，我只要一去医院，我妈就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催我回店里，我只能挤出晚上的时间去医院陪奶奶。我正愣着神，奶奶已经端着一个大碗从厨房走了出来，碗里是热气腾腾的手擀面，清亮的骨汤里是筋道的面条，上面握着2个荷包蛋，撒着翠绿的葱花，旁边还铺了一勺臊子。这就是按照她的配方做出来的面，也是让面馆在整条街立住脚的根。奶奶把筷子递到我手里，坐在我对面。小小，生日快乐！吃了奶奶亲手擀的面，以后都平平安安的。我手里的筷子一顿，我竟然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奶奶把我的生日牢牢地记在心里，掐着点擀好了面，在锅里温着，就等我回来。而我的亲生母亲从来都没有给我过生日，甚至在我生日这天，把靠我赚到的钱给别人分了个干干净净。我低头扒了一口面，还是从小吃到大的味道。筋道的面条裹着鲜美的骨汤滑进胃里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砸进碗里，把自己受的委屈都告诉了奶奶。奶奶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面是奶奶教你做的，方子是奶奶传给你的，这手艺长在你身上，谁也抢不走。既然她让你受委屈了，那就不跟她合伙了。奶奶这里还有积蓄，你拿去重新开店。我重重点了一下头，吸了吸鼻子，抹掉眼泪，把满满一大碗面吃了个精光。我在心里发誓，从今往后，我的时间和精力只花在真正疼我的人身上。第2天一早，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一接通就听她质问道：“林晓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后厨今早没人，你让我怎么招待客人？”我的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招待不了，就直接关门吧。她瞬间暴怒，嗓门提得更高：“你放屁！那是我的面馆，凭什么你说关门就关门？赶紧给我滚回来做面，耽误了我挣钱，我跟你没完！”我忍不住笑了，面馆是我拿钱开的，除了我，没人在面馆干过1天活。积压了3年的委屈在这一刻翻涌上来，我冷声开口：“妈，原来你也知道面馆是靠我挣的钱，可今年分红330万，你连1分钱都不肯给我，这面馆我是不会再回去了。”他不屑地尖笑一声，扯着嗓子撂下了一句话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，没有你，老娘只会把面馆开得更红火。林晓，我等着你哭着回来求我。”挂断电话，闺蜜就给我发消息说帮我找好门面了，在老面馆斜对面的小区门口，100多平，后厨宽敞，位置好的没话说。我当天就敲定了铺面，落笔签下租赁合同的那一刻，我的心稳稳落了地。紧接着，我马不停蹄地对接装修队敲定施工方案，在厨具市场订好全套新设备。新店装修的日子里，总有相熟的老街坊过来，坐下就跟我说这老面馆的近况。张阿姨摇着头叹气：“我前天去了一次，差点没认出来那是你的店。以前门口排的队能绕半条街，现在整个店里就2、3个人，地上全是踩脏的纸巾，碗边还沾着油星子。”一旁的王哥满脸怨气地说道：“我昨天中午去面馆吃饭，汤淡得像白开水，一点骨头味都没有，牛肉就薄薄3片，还柴得咬不动，面条煮得烂乎乎的，我吃一口就吐了出来。对于这些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奶奶的老汤配方，光香料就有18种，每一种料的量都精确到克。汤必须用牛骨慢火熬做5个小时，中间不能断火，这样才能清亮醇厚。我妈没有核心手艺，就不可能做出一样的味道。腊月28本该是1年中生意最旺的时候，可老面馆里面冷冷清清的。我路过往里看，我妈坐在前台，头发乱糟糟的。林小伟翘着2郎腿坐在旁边的桌子上，手里玩着手机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妈，你找的什么破厨子，做的跟猪食一样，一天就来这么几个人，连我抽烟的钱都不够。”我妈眼里淬着怨毒的光。都怪林晓那个狗东西，要不是他一声不吭就跑了，咱们能变成现在这样？他越说越激动，狠狠拍了一下前台的桌子，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不可。直到现在，他还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反而都怪到我的头上。我只觉得一阵反胃，不再多看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可没过几天，我正在新面馆里调试熬汤的炉子，面馆的玻璃门突然被人狠狠推开，我妈带着林小伟，还有几个赵家的亲戚，浩浩荡荡堵在门口，一个个满脸怒容，来势汹汹。林小伟第一个冲上来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林晓，你个不要脸的小偷！奶奶的配方是给我的，你偷走藏起来算什么东西？赶紧把配方还给我！”我妈跟着上前，嗓门尖利刺耳：“你这个不孝女，偷了配方跟自己亲妈抢生意，今天你不把配方交出来，我们就把你这店砸个稀巴烂！”我冷笑了一声，看着我
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忙活，可做出来的面根本没人吃。一碗招牌牛肉面的价格一降再降，甚至推出了吃一碗送2个卤蛋的活动，但还是没人上门。当初他拿着我赚的钱给林小伟买市中心的大房子，给他外甥80万，可现在他连块新鲜猪肉都快买不起了。他每天开门就亏房租、亏水电、亏食材，店里的桌椅坏了没人修，地上的油污积了厚厚的一层，踩上去都粘脚。以前擦得锃亮的玻璃门，现在全是手印和灰尘。这天夜里送走最后一位客人，我拉下卷帘门，锁好店门，刚转身往前走，就被路灯下站着的我妈和林小伟拦住了去路。不过短短半个多月，他整个人憔悴的脱了相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背也佝偻了下去。一看到我，林小伟就被他死死按着肩膀跪在了地上。他往前踉跄半步，哭着喊我的名字：小小，妈把他今年的分红给你，你回来吧。路灯的昏黄光圈里，我妈的哭声被夜风扯得支离破碎。林小伟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头埋得很低，露在外面的侧脸满是不情不愿，连膝盖着地的姿势都透着敷衍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，甚至觉得有些可笑。半个多月前还带着人砸我的店，骂我不孝女，如今却带着儿子跪在我面前，说着要把分红给我，让我回去的话。我开口打破了沉默，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起伏，把他们的伪装撕得粉碎。所谓的给我分红，不过是想骗我回去，扛下老面馆的所有债务，继续给林小伟当牛做马，对吧？我妈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，哭声也戛然而止。愣了几秒后，她脸上的委屈瞬间变成了恼羞成怒，猛地直起身子指着我，翻来覆去的骂我白眼狼、不孝女。林小伟也瞬间从地上弹了起来，瞪着眼睛冲我嚷嚷。我冷冷看着他们歇斯底里的样子，明确告诉他们，从分红那天我走出那个包厢起，我和老面馆就再无关系了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任凭他们在身后怎么骂，都没有再回一次头。本以为那天夜里的撕破脸能让他们彻底死心，可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厚脸皮。从第2天开始，我妈就天天守在我的新店门口，她不吵也不闹，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看见有客人进来就拉着人家哭诉，说我不孝，抢了家里的店，不管亲妈和亲弟弟的死活。有不明真相的客人听了她的话转身就走了，熟客们都知道内情，纷纷围上去帮我说话。你这个老太太怎么回事？全靠林师傅的手艺开的店，你把钱全给了儿子，1分不给人家，还有脸来闹？我们吃了3年面，谁不知道这店是林师傅一手撑起来的？你别在这败坏人家名声！可我妈就像块滚刀肉，怎么说都不听，依旧天天来门口坐着，变着法地败坏我的名声。林小伟更是过分，隔3差5就带着不3不4的人来店里捣乱，不是故意挑刺说面里有东西，就是故意打翻桌上的碗碟，吓得客人不敢进店。店里的2个徒弟大川和小雨每次都气得攥紧拳头，想冲上去跟他们理论，都被我伸手拦住了。我太清楚他们的目的了，就是想逼我发火，逼我跟他们起冲突，逼我走投无路，只能回头妥协。我让店员在门口摆上桌子，免费给路过的人盛面汤，用实打实的味道和人品说话。直到夕阳落下，我妈看着店里座无虚席的样子，狠狠往地上啐了一口，骂骂咧咧的走了。但我知道这场闹剧才刚刚开始。我妈的哭诉没人信，林小伟却依旧不死心，变本加厉的来店里捣乱。这天中午正是饭点，店里坐满了客人，林小伟带着2个流里流气的人推门进来，一屁股坐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扯着嗓子喊我出来。大川上前想招呼他们，被他一把推开，差点撞翻旁边的餐桌。客人都被这动静惊到了，纷纷停下筷子看过来，店里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。林小伟见状更得意了，拍着桌子说我做的面不卫生，吃坏了他朋友的肚子，让我赔10万块钱医药费。他带来的2个人也跟着起哄，捂着肚子趴在桌上哼哼唧唧。周围的客人都皱起了眉，有熟客忍不住开口替我说话：你小子少来这套，我们天天在这儿吃面，从来没出过问题，明明就是你故意来找事儿。我从后厨走了出来，手里举着正在录像的手机。林小伟，你带人来我店里寻衅滋事，故意敲诈勒索，刚才的话，刚才的动作，我全都录下来了。我往前走了2步，把手机屏幕对着他，语气平静却带着十足的底气。现在你带着人立刻走，这事儿我可以不追究。如果你再继续闹下去，我就拿着这些证据去告你。林小伟眼神里瞬间闪过一丝慌乱，刚才的嚣张气焰一下子灭了大半。他嘴硬的骂了几句，却不敢再继续闹事，带着那2个人灰溜溜的跑出了店门。我收起手机，笑着跟大家道歉，让店员给每桌都加了个卤蛋。店里的气氛很快恢复了热闹，只是我心里清楚，不把根源斩断，他们永远不会真的收手。我妈开始挨家挨户的哭诉，把自己说的无比可怜，把我塑造成了不孝的白眼狼，让那些亲戚来给我施压，道德绑架我。没过几天，那些亲戚就组团来了我的店里，一共6个人，都是赵家的长辈。一进门就摆出长辈的架子，往桌子旁一坐，七嘴八舌的就开始劝我：潇潇啊，不是叔说你母子哪有隔夜仇，
你妈都知道错了，你怎么还揪着不放？血浓于水，你弟弟再不好也是你亲弟弟，他落难了，你当姐姐的能不管吗？我坐在店里听着他们的话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当初分红的时候，他们一个个跟着起哄，说我有手艺就该让着弟弟，没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。如今他们又一个个跳出来，装成和事佬来逼我回头。我放下手里的茶杯，抬眼看向他们。当初分红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没人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该给我分点钱？当初分红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没人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该给我分点钱？现在你们来跟我说血浓于海，那这3年我被他们当成赚钱工具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他们被我问的一愣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尴尬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。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长辈咳嗽了2声，还想摆架子继续劝我。我直接起身走进了后厨，拿出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。我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放，看着他们说，这里面的东西能证明老面馆是我的，谁对谁错一看便知。亲戚们看着桌上的文件夹都面面相觑，没人敢伸手去翻。我当着他们的面打开了文件夹，里面是我这3年来给老面馆的转账记录、出资凭证、营收流水，还有工商注册信息、租赁合同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老面馆的实际出资人是我，经营者也是我，我妈只是挂了个名，林小伟更是跟这家店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一页一页翻给他们看，又拿出了另一叠凭证，是这3年林小伟从店里拿走的钱的转账记录。这3年，我仁至义尽，该做的不该做的，我都做了。我看着他们，语气里没了半分客气。面馆是我拿钱开的，是我靠手艺撑起来的，他们除了分钱，什么都没干，还吸了我3年的血。如今他们落难了，是自己造的孽。我合上文件夹，往后我和赵家的事，就不劳烦各位长辈操心了。如果你们再跟着我妈来店里闹事，影响我的生意，那我就只能连你们一起告了。亲戚们一个个都闭了嘴，他们讪讪地笑了笑，说都是误会，然后匆匆忙忙地起身走了。经此一事，我也彻底明白，斩草要除根，想要彻底摆脱他们的纠缠，就要把所有的后路都给他们堵死。当天下午，我就联系了专业的人，咨询了配方知识产权保护的事，要从法律层面彻底断了他们索要配方的可能。这一次，我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牢牢攥在手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厘清法律关系上。我找了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，把奶奶传给我的老汤配方臊子炒制工艺做了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，提交了相关申请，明确了我对这个配方的独家归属权。律师跟我说，有了这个保护，以后如果我妈和林小伟再敢盗用我的配方，或者打着我的旗号做生意，我可以直接起诉他们，追究他们的全部法律责任。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同时，我也正式拟定了书面通知，一式2份，一份给了我妈，一份留在了自己手里。通知里写得清清楚楚，我正式退出老面馆的所有经营，老面馆后续产生的所有债务、纠纷、法律责任都与我无关，老面馆后续的所有货款、房租都由我妈自己承担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心里彻底踏实了。而另一边，我妈收到我的书面通知，又接到了房东的催款电话，彻底慌了神。她没想到我这次做得这么绝，一点后路都没给她留。她拿着通知在店里坐了一夜，第2天一早就急急忙忙地去找林小伟，可林小伟却依旧在外鬼混，根本不管这些烂摊子。没了亲戚的帮衬，没了闹事的底气，我妈被房东天天催着还钱，再也没精力来我的店里纠缠，只能焦头烂额地处理老面馆的烂摊子。没了他们的打扰，我的新店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每天天不亮，店里就飘出了骨汤的香气。开门没多久，就坐满了熟客，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。虽然累，可心里却无比踏实，因为这一次我流的每一滴汗，赚的每一分钱，都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。闺蜜李曼几乎天天都来店里帮忙，看着我的店生意这么好，也替我开心。这天打烊后，我们俩坐在店里收拾着碗筷，李曼突然说道：“小小，你看店生意这么好，咱们不如合伙开一家分店，把奶奶的手艺让更多人吃到，怎么样？”我手里的动作一顿，抬头看向她，心里瞬间动了一下。其实这段时间不止一个老顾客跟我提过，让我再开家分店。现在徒弟们慢慢能上手了，开分店的事确实可以提上日程了。李曼见我没反对，就跟我分析了市场，连运营方案都想好了大概。我看着她眼里的光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从我决定开面馆的那天起，她就一直陪着我。在我被家里人欺负的时候，是她站出来替我说话；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她帮我找门面，给我凑钱。有她跟我合伙，我再放心不过了。我看着她重重的点了点头。李曼瞬间欢呼起来，抱着我的胳膊晃个不停，眼里满是兴奋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俩在店里聊到了深夜，畅想着未来的样子，心里满是期待。和李曼敲定了开分店的事之后，我们俩立刻就行动了起来。李曼办事向来雷厉风行，不到1周的时间就给我筛选出了3个最合适的铺面，带着我一个一个去看。最终
我们敲定了市中心商圈的一间临街铺面，120平，后厨宽敞明亮，前厅能放下20多张桌子，人流量大，交通也方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铺面的房东也是我家面馆的老顾客，知道我的为人和手艺，给了我们最优惠的租金。签完合同，房东笑着跟我说，相信我的手艺，分店开起来，生意一定能红火。我笑着跟他道谢，送走了房东之后，我和李曼站在空荡荡的铺面里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都忍不住红了眼。李曼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声音带着哽咽，小小，你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我看着窗外，也想起了以前的自己，守着一间小小的门面，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熬汤，在闷热的后厨里，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那时候的我，掏心掏肺的对家里人好，结果却被他们当成了免费的赚钱工具，吸了3年的血，连一句公道话都换不来。那时候的我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能靠自己的手艺，把店开得这么大，能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圈，拥有属于自己的分店。我转过头，看着李曼笑了笑，眼里的泪终于落了下来，却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因为释然和开心。李曼笑着说，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把奶奶的手艺传遍整个城市。我们站在空荡荡的铺面里，看着彼此，眼里都闪着光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分店的装修队很快就进场了，李曼天天盯着装修进度，对接各种事宜，忙得脚不沾地。而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2个徒弟大川和小雨身上。大川和小雨老实本分，眼里有活，心也正，学手艺格外刻苦。当初他们俩来店里拜师的时候，站在我面前，紧张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跟我说想跟着我学一门手艺，靠自己的双手吃饭，不想再浑浑噩噩的混日子了。我看着他们眼里的真诚和渴望，想起了当年跟着奶奶学手艺的自己，就收下了他们。每天早上，他们俩都是最早到店里的，提前把后厨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把当天要用的食材准备妥当。每天打烊后，他们又是最晚走的，留在后厨里反复练习和面、炒料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胳膊累得抬不起来，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，从来没说过放弃。分店装修的这段时间，我对他们的要求更严格了，因为我知道分店开业后他们要独当一面，必须把手艺练到极致，不能砸了奶奶传下来的招牌。他们俩也从来没有不耐烦，我说的每一个问题都认认真真记在本子上，反复琢磨，反复练习，直到做到完美为止。这天打烊后，我照例去后厨检查他们当天的成果。大川端着一碗刚炒好的臊子，紧张地放在我面前，让我尝尝。我舀了一勺放进嘴里，眼睛一亮，咸淡适中，肉香浓郁，香料的味道融合得恰到好处，和我炒出来的味道几乎分毫不差。我抬头看向大川，笑着点了点头。大川和小雨瞬间欢呼起来，激动的眼眶都红了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满是欣慰。正月底，我的第2家临近面馆在市中心的商圈顺利开业了。开业当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有从老城区特意赶过来的老顾客，有周边商圈的上班族，还有慕名而来的食客。队伍从店门口一直排到了街尾，热闹的不行。我当着所有宾客、街坊邻居的面，郑重宣布大川担任分店的主厨，小雨担任分店的前厅经理，全权负责分店的日常运营。台下瞬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老顾客们纷纷欢呼叫好。大川和小雨穿着崭新的厨师服，站在台上，对着台下深深鞠了一躬，眼里闪着光，也带着一丝紧张。奶奶也来了，坐在主位上，看着台上的我，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，眼里闪着泪光。她知道，她传下来的手艺不仅在我手里发扬光大了，
还有了靠谱的传承人，他一辈子的念想终于圆满了。面馆正式开门迎客，后厨李大川带着厨师团队有条不紊地做面，动作熟练，丝毫不慌。前厅里，小雨带着服务员招呼客人、点单、上菜，井井有条。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独当一面的样子，心里满是欣慰。面馆打烊后，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，看着当天的营业额，都忍不住欢呼起来。李曼激动地跳了起来，说我们成功了，第一步走得稳稳的。我看着灯火通明的分店，眼眶微微发热。以后我们一起把面馆做得越来越好。就在我的分店开业后没几天，那家承载了我3年心血的老面馆，最终还是没能撑下去，彻底关门倒闭了。房东因为我妈欠了足足半年的房租，1分钱都没给，直接在店门上贴了封条。锁门的那天，我妈坐在店门口冰冷的台阶上，哭了整整1下午。这家店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她自己做的。老面馆是倒闭了，可留下的烂摊子却一点都没少。房东天天给她打电话催款，语气一次比一次强硬，让她立刻补齐拖欠的房租，不然就直接走法律程序。林小伟在外头签的赌债，也有催债的人天天上门砸门叫骂，把日子闹得鸡犬不宁。我妈被两面夹击，最终只能狠下心，卖掉了自己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。那套老房子是外公当年亲手置办下的，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墙缝里都藏着我童年里为数不多的温暖回忆。老街坊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，语气里满是唏嘘，拉着我的手问我：小小，你妈把老房子卖了，你心里会不会难受？我听着这些话，心里没有什么波澜，只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淡淡的回了一句：那是他的房子，他想怎么处理是他的自由。只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就算卖掉了房子，也根本填不满林小伟那个无底洞，他最终只会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。老房子地段不错，挂出去没多久就卖出去了。卖房的钱到手之后，他先补齐了拖欠的房租，剩下的钱本来应该留着给自己养老，可他转头就被林小伟哄走了大半。林小伟跟他说，自己找到了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，只要投钱进去，很快就能翻倍，到时候就能把房子赎回来，还能风风光光的结婚。我妈对他向来是深信不疑，想都没想就把剩下的钱全都给了林小伟。可他没想到，林小伟根本不是去做什么生意，而是拿着这笔钱又钻进了赌场，想着靠赌博翻本，一夜暴富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不仅没赢钱，反而把手里的钱输了个精光，还又欠下了几十万的巨额赌债。我妈知道后当场就晕了过去，被邻居送到医院，醒过来之后哭得撕心裂肺。她卖掉了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家，没换来儿子的出人头地，只换来了更深的无底洞。而更让她心寒的是亲戚们的态度。当初她手里有钱，面馆生意红火的时候，那些亲戚们天天围着她转，一口一个桂兰姐恭维着她。如今她落魄了，房子卖了，钱没了，那些亲戚们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。她挨家挨户去借钱，可亲戚们要么闭门不见，要么就说家里没钱，一分都不肯借给她，甚至连门都不让她进。我妈终于明白，那些围着她转的亲戚，从来不是冲着她这个人，而是冲着她手里的钱，冲着那家能赚钱的面馆。如今她一无所有了，那些人也就一哄而散了。我妈还在想尽办法给林小伟凑钱还赌债，可她没想到林小伟早就做好了跑路的打算。债主们天天上门催债，放话再不还钱就卸了林小伟的胳膊腿。林小伟彻底吓破了胆，他再也没了当初的嚣张气焰，每天躲在出租屋里，不敢出门，手机也不敢接，整个人变得神经兮兮的。我妈看着他这个样子，心疼的不行，天天出去跑，想办法给他凑钱，可跑了好几天，1分钱都没借到。这天晚上，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，推开门，屋里空荡荡的，林小伟不见了踪影。屋里的柜子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林小伟的衣服、行李都不见了，桌子上只留下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他出去躲债了，别给他打电话。我妈看着那张纸条，整个人都垮了。他卖掉了老房子，没了家，没了钱，唯一的指望就这么跑了，把所有的烂摊子、所有的债务都丢给了年近60的他。他拿着那张纸条，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哭得撕心裂肺。他不吃不喝，在出租屋里躺了3天3夜，整个人瘦得脱了相，意识都开始模糊了。还是隔壁的邻居觉得不对劲，报了警，敲开门进去，才把人救了回来。警察联系了医院，输了营养液后，他才慢慢缓了过来。我知道这些事的时候，心里没有什么波澜。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自己选的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最终的苦果只能他自己尝。我以为我们之间就这样了，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了。可我没想到，半个月后，我妈还是找到了我。那天下午，天阴沉沉的，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街上的行人都步履匆匆。我正在店里核对账目，店员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脸色慌张。门口有个老太太，一定要见您，看着身体很不好，在雨里站了很久了。我放下手里的账本，起身走到门口，一眼就看到了我妈。她站在店门口的台阶下，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，花白凌乱的头发贴在瘦得脱了相的脸上，身上的衣服又旧又脏，手里攥着一个破布包。看到我出来，她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蓄满了眼泪。小小，妈知道错了，
你原谅妈吧。周围路过的行人还有店里的客人都被这动静吸引了，纷纷围了过来，里3层外3层地堵在门口窃窃私语。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话里话外都在劝我，好歹是亲妈，别这么狠心。我妈哭得撕心裂肺，翻来覆去的说着自己错了，不该伤我的心。她说林小伟跑路，说自己查出了严重的胃病，没钱医治，疼得整夜睡不着觉。雨还在下着，打在我的脸上，冰凉刺骨。我站在台阶上，闭了闭眼，压下了心里翻涌的情绪。有什么话进来说吧，别在雨里站着了。我扶着他转身走进了店旁边的休息室，避开了所有围观的人群。我把他带进了休息室，让店员给他拿了干净的毛巾。他坐在椅子上，身体还在微微发抖，依旧哭个不停，反反复复地跟我道歉，跟我忏悔，说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伤了我的心。我坐在他对面，静静地看着他，等他情绪平复了一些，才开口跟他说了话。林小伟欠的赌债是他自己造的孽，该由他自己承担，我不会帮他还1分钱。老面馆的烂摊子是你们自己搞砸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也不会再管。他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想再说什么，却被我直接打断了。我知道你今天来是想让我回头帮你填窟窿，帮你养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。我明确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从你把180上全给林小伟，1分钱都不给我的那天起，从你带着人砸我的店，败坏我的名声的那天起，我们母女之间的情分就已经被你磨没了。他的眼泪掉得更凶，嘴里不停说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看着他这个样子，心里没有半分动摇，因为我太了解他了。只要我这次松了口，他只会再次把我拖进那个无底洞。我从包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，放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。这张卡里有5万块钱，你拿去看病，租个房子，好好过日子的。他看着桌上的银行卡，愣了很久。我起身走出了休息室，让店员帮我看着，等他情绪平复了，把他送走。我站在店门口，看着李曼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从那天之后，我妈再也没来找过我。听老街坊说，她拿着那笔钱先去医院看了病，拿了药，治好了困扰许久的胃病。然后她在老城区的边缘租了一个1楼的小单间，虽然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。偶尔有老街坊在菜市场碰到她，她也只去自己。我终于可以完完全全为自己而活了。日子一晃，3年过去了。这3年里，我的面馆在本地陆陆续续开了5家分店，从老城区的一间小门面做成了小有名气的本土餐饮品牌。很多外地的游客来我们城市旅游，都会特意来打卡，就为了吃一碗我们家的招牌骨汤面。还有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加盟我们的品牌，都被我一一拒绝了。我始终记着奶奶的话，做面先做人，实在本分才能把面做好。我不想为了赚快钱砸了奶奶传下来的招牌。每一家分店都是我们直营管理，从食材采购到熬汤煮面，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品控标准，保证每一家店每一碗面都是一样的味道，一样的食材。大川成了区域总厨，负责所有门店的品控和厨师团队的培训，做事依旧踏实严谨，把每一碗面的品质看得比什么都重。小雨成了运营总监，负责所有门店的日常运营和管理，做事干练果断，把每家店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们俩都靠着自己的手艺和努力，在城里买了房，安了家，成了真正能独当一面的人。每次开员工大会，他们俩都会站在台上，跟新来的员工说，是我给了他们改变人生的机会，没有我，就没有他们的今天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能改变他们人生的，从来都不是我，而是他们自己的努力、坚持和那颗正直本分的心。这3年里，也有很多餐饮品牌开出了很高的价格，想收购我的配方和品牌，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这个配方是奶奶留给我的念想，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也是我和徒弟们一起守护的初心，多少钱都不卖。很多人都说我傻，放着赚大钱的机会不要，可我心里清楚，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一夜暴富，而是把奶奶的手艺好好传承下去，是靠自己的双手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是让跟着我的人都能有饭吃，有奔头。李曼笑着说，我天生就是做面的料，心和手里的面一样，实在有筋道。我看着一家家灯火通明的分店，看着后厨里徒弟们认真熬汤的身影，看着店里客人满足的笑脸，心里满是安稳和幸福。
看着品牌越做越大，我和李曼又做了一个决定，开一家免费的厨艺培训工作室。我想把这门手艺交给更多人，让他们也能靠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人生。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报名的人络绎不绝。我亲自制定了培训课程，大川和小雨也成了工作室的固定讲师，把自己学到的手艺和经验一点点教给学员们。有一个叫小雨的男孩，父母早逝，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家里条件很差，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，吃了很多苦。他在工作室里学得最刻苦，每天最早来最晚走，手艺进步得飞快，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掌握了所有的核心技巧。毕业之后，他想回老家的县城开一家小面馆。我知道了之后，不仅免了他所有的加盟费，还给他凑了启动资金。他的小店开业那天，生意格外红火，县城里的人都夸他家的面好吃。实在，如今工作室已经开了3年，教出了上百个学员，他们有的留在了我们的门店工作，有的回了老家开了自己的面馆，都靠着这门手艺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我知道奶奶的心愿终于圆满了，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，我最在意的还是奶奶的身体。我给奶奶在新店旁边的小区买了一套1楼带院子的房子，按照奶奶的喜好给她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奶奶在院子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，还有熬汤要用的各种香料，薄荷、紫苏、八角、桂皮。每天早上她都会早早起床，在院子里浇花、种菜，打理她的那些香料。上午没事的时候，他就会拄着拐杖，慢慢悠悠地走到老城区的店里，坐在门口的椅子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，看着后厨里徒弟们忙前忙后。中午，他就在店里跟我们一起吃一碗热腾腾的面，下午再慢悠悠地走回家，跟小区里的老姐妹们聊聊天，日子过得悠闲又安稳。去年奶奶80大寿，我在酒店摆了寿宴，寿宴上，奶奶坐在主位上，穿着我给她买的新衣服，满头银发，精神矍镯。我端着酒杯走到她面前，给她磕头祝寿。谢谢奶奶传给我手艺，谢谢您永远站在我这边。奶奶扶起我，摸了摸我的头，眼里也闪着泪光。这一路走来，除了奶奶，最让我庆幸的就是身边有李曼这个最好的朋友。这几年，我们一起把面馆做大，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。他懂我的所有委屈和不易，也懂我的坚持和初心，是我最好的合伙人，也是我一辈子的挚友。而他也终于遇到了那个真心待他的人。他欣赏李曼的干练和爽朗，心疼他的坚强和独立，把他捧在手心里，事事都替他考虑的妥妥当当。看着李曼提起他的时候，眼里藏不住的笑意和幸福，我真心为他开心。而我也遇到了那个真正懂得珍惜我、尊重我的人。他叫李宇，是一名医生，也是我的老顾客，吃了我3年的面，见证了我从一间小小的面馆做到如今的规模，也知道我所有的经历。他支持我做的所有决定，他说我只管往前走，他永远都在。跨年夜那天，漫天烟花炸开的时候，他拿着戒指单膝跪地。林晓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共度余生？我看着他眼里的真诚和温柔，笑着点了点头，流下了幸福的眼泪。又是一年年关，我的5家分店生意依旧火爆。临近春节，很多老顾客都会来店里打包上几十份生面和臊子，带回家当年夜饭，说过年就想吃这一口熟悉的味道。腊月30这天，我们早早的就关了店门，所有人都回家过年了。李曼和他的未婚夫大川和小雨，还有工作室里几个没回老家的学员，也都来了我们家一起过年。厨房里热气腾腾，李宇系着围裙，带着几个年轻人在里面忙前忙后准备年夜饭。我和奶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包着饺子，奶奶跟我们说着她年轻时候的事。客厅里的电视放着春节联欢晚会，身边都是真心待我的人，温暖又幸福。很快年夜饭就做好了，满满一桌子菜，都是大家爱吃的。所有人围坐在饭桌上，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眼眶微微发热。一杯酒下肚，温热的暖意顺着喉咙滑进胃里。新年的钟声敲响，新的一年如约而至。从前的我总以为血浓于水，总以为只要我掏心掏肺的付出，就能捂热别人的心，就能换来同等的真心。所以我一味的委曲求全，一味的退让付出，最终却被伤得体无完肤，被当成了可以随意吸血的工具。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换来真心，善良要带锋芒，宽容要有限度，你的好要给值得的人。面对贪得无厌的人，一味的退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；面对不懂感恩的人，再多的付出都是白费，及时止损才是最聪明的活法。
的笑脸，心里满是安稳和幸福。